有一个我想讲一讲我父亲病的医治的见证。我父亲在85年的时候，他是刚好70岁，他因为有高血压，一天突然昏倒。当时也是开完我们长治座谈会以后，他也参加，因为连续3天，他很激动很高兴。那个3天晚上我们都开得很迟，都开到下半夜。结果第2天结束以后，因为我几天没有去上班，我就没办法去。有一个教会晚上有举办圣餐，要来叫我们，所以我去不了。我就叫我的父亲，叫我老父亲，你能不能去？我那天晚上去不了，因为我工作很忙，因为当时工作都要自己来干所以他说可以，他就很高兴的答应可以，我就叫我五弟陪同他去，叫一个后安教会去办圣餐。结果到后安教会一会儿，他正在那边准备讲道，突然晕倒休克。还好我五弟在旁边，一下子把他抱住，结果人事就不省了。后来当时也没有汽车，就用3轮车把他运回来，运到马上送到山上医院。同时一个弟兄跑到我家告诉我父亲晕倒，现在送到山上医院。哎呀，我非常紧张，非常后悔，为什么会叫我父亲去？这几天已经很辛苦了，他血压又高。结果我赶到山上医院的时候，当时院长山上医院那个院长正在给他检查身体，看见我进来，他一看眼睛检查手，他说这是脑溢血，没办法。他说这是脑溢血。那我说这有什么办法？他说我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你只能把他送到复兴市医院。复兴市医院，你看我们山上送到复兴市医院有60里路，当时没有救护车，只能用3轮车。我就怕，我知道脑溢血如果放在3轮车上再颠簸拉到复兴医院，起码要几个钟头，起码要4、5个钟头。那可能会更加厉害。我说还有没有其他办法？他说唯一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有没有办法拿冰块把它敷在头上，减少它，使它脑血管收缩，减少出血看看。但是当时都没有电冰箱啊，整个三山镇只有一个当时一个叫做供销社的一个饮食店，我们当时叫做饮食店，就是餐馆了，有一个冰箱。结果我跑去看看他冰箱里面有没有冰块的时候，他说停电都停了3天了，冰泥都融化了，哪里还有冰块？那就没办法了。那医生也不让我们进病房，就放在走廊的一个床铺上，放在走廊一个床铺放在那里。哎呀，当时没办法，后来我母亲也赶到，那没办法，当时我们全家就在走廊上祷告，跪在那边走廊祷告。哇，很多那些病人啊，一些医生啊、护士啊，都围着看我们祷告。那祷告完就放在那边了，就跟睡就是跟睡一样了，人事什么都不知道。后来那也不愿意拿，我们也不愿意拿回去。后来医生那个院长就说年纪反正70岁了也没有办法了，现在还是家里也要准备后事了，老人家的后事也要准备了。他说我没有办法，这种病我没办法。后来很多的一些医生护士我们都比较熟，因为我妹妹也在那边工作，我有个弟父也在那边当护士都围过来看，每个人都是摇摇头。一个医生说，他说我父亲以前也是这样子，也是没办法。一个医生，后来就一直到那些晚上，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傍晚了，后来那个晚上就放在医院走廊上。后来到了晚上大约10点，
我就告诉我妈妈还有弟弟妹妹，你们全部去修行，我晚上在这里康复。我就决心晚上要祷告求主怜悯。我感觉如果这样走不荣耀主，因为他是顶替我去开展圣工嘛，我感觉这样不荣耀主，我有责任。我那天晚上就决心，我要彻夜祷告求主怜悯啊。后来他们就都去休息了，那我就一个坐在他船边一直祷告，不停的祷告，一直祷告到大约下半夜3点。突然他会讲话，嘴巴会讲话。他说：“天使耶稣，天使耶稣。”讲这2句话，我还以为主耶稣来接他了哈。我认为主耶稣来接他。哎呀，我当时要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他寿数到了，也暂时不要接走啊，能让他多活1年都好。因为这样就走，虽然我们有永生得救的盼望，但是这样恐怕人家会回谤说你在开展圣工怎么就死了哈？我说我当时就这样祷告，他真的寿命到了，要离世，希望主耶稣再留他1年，我也高兴。如果能够再留他1年的寿命，我愿意用自己10年的寿命来教化。结果他又不讲话了。那一直到天亮天开始亮了大约早上大约6点多7点这样子，但是因为天气还比较冷，很少人起床。突然眼睛睁开，看着我东张西望这是什么地方？我说这是医院。我为什么来医院？我说你昨天下午突然休克，我们把你送来呀。他说那我一点都不知道。他说，后来他说就跟我讲我有小便，那我就床下我们有准备一个便盆嘛。我说好，你在这里我就把便盆拿出来，准备给他小便。他一看便盆，怎么能在这里小便？上厕所一下子自己坐起来，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后来我就这样轻轻扶着他一起走进厕所，小便完了，他又躺下去，他就让他休息了。那我高兴的要命。赶紧去敲我妹妹的门。我妹妹因为在那边医院工作，她有一个宿舍。我妈妈那天晚上就住在我妹妹的房间里面，不放心嘛。我赶紧就敲我妹妹的门，我说快起床，我说爸爸已经好了，早就已经好了。哇，他们都非常高兴我妹妹马上起床去找我那个地户原来昨天下午连病房都不让他进，因为他们医生认为肯定死掉了。他说你要回去准备后事了。那我那个地户，因为他是护士吧，赶紧拿一条干净的那个草席棉被到病床到一个病房去清理一个床铺就扶我的父亲到里面躺下进病房了。结果我走出来一会儿，我走出来碰到那个院长起床，他就问我你父亲晚上怎么样？你也没有叫我意思说当时他有交代，遇到紧急事情你要叫我一声。那个院长那个他是信基督教，他是圣公会的。他就说你晚上你也没有叫我你父亲晚上到底怎么样？我说我父亲好了。他呆住了，什么好了？我说早晨我跟他带他一起上厕所他说真的。我说不信你去看看。哇，他跑到病房呆住了，讲不出话来。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他说我当医生几十年了。后来我就问他，那
那这样子是不是等一下可以出院？他说先别出院，在这里观察3天，我要看一看。观察3天，后来就在那边3天哈，后来很多弟兄姐妹来看望哈，看望。结果3天以后，一点事情都没有哈，大家讲话呀，他也经常来看啊，问啊，什么事情都没有。我说现在可以出院了，感谢主，现在可以出院了，结果他就办那个出院手续，那个院长帮我们写好了，他特意跑到我父亲病房，他说老弟兄，你这次是主耶稣在你身上行大神迹，你知道不知道？我当医生几十年，从来没有发现这种病会好的。他说我这几天都在为你做见证，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好到，当时他70岁，后来多活了10年，到80岁被主调走，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见证。